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葉思敏。今天節目一開始，我們先歡迎來賓前成功級艦長黃征輝艦長。主持人、各位觀眾，大家好。時事評論員王尚志，尚志哥。思敏好，觀眾朋友大家好。資深媒體人彭華幹，幹哥。主持人好，大家好。好，觀眾朋友，今天要特別來關心在南海這邊是否擦槍走火進入倒數時刻，尤其要關注到是大陸的轟6K，這個時候掛彈飛越了美菲的演習區。在張又俠落馬之後，大家在關心現在整體在中南海這邊的這些命令到底是誰下令的呢？還是前線的將領自作主張？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好，3個火線話題，今天我們特別請來賓來幫我們做解答。首先，我們來看到大陸的轟6K這回掛彈是硬闖到美菲的演習區，是不是中國大陸現在對南海攤牌做最後的警告？現在有解讀說，距離這個第一槍只差誰先忍不住了嗎？另外一方面，今天也會關心到的是，一邊中國大陸在這個黃岩島這邊用轟炸機畫出了紅線，態度強硬，但是另外一邊這個態度上比較緩和的是在跟東協國家談南海行為準則。大陸現在是在降溫南海，還是用談判來掩護接下來它的軍事上面的動作呢？最後我們也會來關心，在張又俠正式落馬之後，解放軍這一次可以說是首度高調對外亮劍，這是習近平親自下令來穩軍心，還是前線將領要表達忠誠，所以讓南海這邊現在看起來會不會更容易擦槍走火呢？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請來賓一起來做解答。我們要趕快來看到的是在2026年才剛開春，南海現在又在陷入了緊張氣氛當中。解放軍的南部戰區今天要來關心到，在這幾天突然組織了戰備警巡，派出的就是轟6K跟他的戰機編隊，而且是掛彈的，飛越了美國跟菲律賓他的軍事的演習區的上空。大家來看到說，那美菲在這個時候做軍演出現了哪一些比較大的陣容呢？我們先來看，美方是出動他的伯克級飛彈驅逐艦，菲律賓則是派出他的飛彈護衛艦等等這些武器來做上陣。我們來看到專家怎麼來評估這一場演習跟中國大陸的動作。專家是這樣說的，他說菲律賓現在在這邊呢劃設軍事演習區，是將中國大陸的黃岩島直接納入在管控的範圍內，而南部戰區這一回派出他的轟6K空域，則是宣告說，中方對於這個黃岩島的領海跟領空呢，是擁有實際的管轄權的。因此，你菲律賓今天在這邊飛來飛去都是非法而且無效的。那麼，解放軍近期在這邊的動作也非常的多，包括在1月底的時候才剛出動了海空的兵力，特別是在這個地方驅離了一架闖入黃岩島的菲律賓公務機，這一次等於他又是在今年度的2度再次出擊哦。所以節目一開始要特別請教艦長怎麼看了，是不是雙方離第一步先開槍只剩下一步之遙？那我們也來看一下軍力上面的對比，尤其是中國大陸的轟6K跟他的戰機編隊，今天如果是真的對上了美菲軍演的艦隊，誰可能會比較佔上風？艦長怎麼看？首先，大家所有看這些演習哦，你第一個要看的就是它是不是一個例行的演習，還是一個突然的演習。好比說，我們這次正義利劍2025，那是一個突然的演習，那不是例行的演習。你就知道，例行的演習通常它事情沒有這麼的嚴重。第二個呢，就是即使是例行的，它的規模大不大？那我查了一下這次演習的資料，美國參與的就是一艘滴滴的驅逐艦，就是神盾驅逐艦，就是一艘船區而已。那菲律賓那裡其實也沒有很大，所以他們在那裡操演呢，坦白說是一個例行的，不是一個非常大規模的。那比較奇怪的是，中國派了一個轟6K去，這個是有一點跟以前是不一樣的。要是早期的話，我們面對這種，所以說我很抗議，反制你在這個區域做你們的軍事演習哦。通常我們會派一些軍艦過去，那派飛機哦是最容易擦槍走火的。為什麼？好比說，我當軍艦艦長，我今天在這裡海上，我跟人家對峙的時候，你知不知道我旁邊站了一大堆人？除了我之外，我做決定，多少人在我旁邊啊？那副老長、那個副艦長，什麼什麼都會勸你。好比說，幹哥是這個艦長，台衝動，我們轉了，忍耐，不可以。所以很多人會勸你，那是一個團體的一個決定。但是所有的飛機，我告訴你，就是那一個飛行员。那個飛行員可能是很年輕氣盛的，所以在軍事的考量，我們盡量不要派戰鬥機的年輕的飛行員，因為他可能聽一句話就火大幹嘛了。
就像上次黃偉還是誰這樣撞了一下子，就造成一個很大的事件。所以通常我們處理軍事的灰色冲突，我們不會派飛機去，我們是派軍艦去。那這次你看得到，他派了一個這個還是轟6的戰鬥機，這讓我覺得有點例外。那他們感覺到說，你這次的表達的這個姿態是非常之強。對。那至於你說誰會勝哦？如果說他們在那裡打起來，誰會勝哦？你第一個要考慮的就是哦，戰爭不是說只靠那一個單兵在那打架，就是一旦打起來，你以為就是美國那艘驅逐艦嗎？你以為就是菲律賓那艘驅逐艦嗎？那中國就那架飛機嗎？它不是，它是一個體系的，它會整個都在動員起來。那這是第一個啊。那如果你考慮到這個，你就會知道，中國的有東海、北海、東海、南海艦隊，它的南海艦隊超過我們南海海域的濱海國家8個國家的所有海軍加起來的總和，所以你知道它的實力在中国大陸這裡。那第二個，一旦打起來，你一定要想的就是，然後呢，沒有一場戰爭是打完就結束的。你在那裡打，你把它擊落了，然後大家鼓掌，就通通回家，然後菲律賓去慶祝他們勝利嗎？不會，那才剛開始而已。所以戰爭沒有結束的，除非你到結束，你才能評論誰輸誰負。所以在那個也不是好的。那至於說中方的這個目的啊，他就是在表達，你們在這裡演習，我非常不高興，就這樣子而已。那他也在表達，這是我的區域，所以宣稱你這個是你的主權，你要不停的有宣稱的動作，派兵去，就好比說那個釣魚台，你看釣魚台，中國一年派356天的兵力在釣魚台附近巡邏，他的目的是什麼？這是我的，好不好？那你如果沒有這個動作，你光嘴巴上講，在國際上就比較站不住腳。那最後一個就是說，這兩個兵力，就是我們以現在這個兵力來講哦，這兩個兵力如果打起來，就是一艘轟6K，還有一個這個水面艦，如果他們真打起來，誰佔優勢？我們不要說別的人進來，飛機佔優勢。對。為什麼？因為轟6K的那個攻船的飛彈哦，大概200、300公里以上，可是水面艦打飛機的那個飛彈只有20-30公里。你看我全都打這麼遠，你全都打這麼短，當然是我勝。這個優勢是站在飛機這一邊。好，所以在軍事上，我們看到中國大陸這次罕見的直接出了它的轟6K，還是載彈的，展現它的姿態，強勢的姿態，也宣示主權。那另外一方面，我們要來看到的是，中國大陸針對這個南海的行為宣言，這個在談判上面則是態度比較和緩。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落差？我們等一下請上志哥帶我們看。那其實因為呢，我們也看到2026年剛好今年是菲律賓來擔任東協的輪值主席國，這一次也確定了有關於中國跟東協的南海各方行為宣言的這一次的高官會議選在菲律賓的宿務舉行，雙方力拼2026年就要完成南海行為準則的談判。為什麼南海氣氛在軍事上這麼的劍拔弩張，可是在談判上看起來卻是相當的和緩？上志哥怎麼看？好，所以我們先看這個南海行為準則，在2018年由中國大陸主要作為主推動者，開始跟各個南海相關的國家，比如說中国大陸跟印尼，分別跟馬來西亞也都個別談了雙邊的這方面的大家共同的默契跟問題，推動一直到2025年已經3讀，因為他們還是有一些條文，3讀已經基本上定了。所以現在目標在今年2026年的隔年，今年希望能夠完成。它就是按照一個長久的這個規範在推進，已經將近8年多了哈。那麼再往下推，如果耽擱要10年了。為什麼南海需要行為準則？除了我們剛待會會提到這個，前面艦長提到軍事方面，都知道南海有巨大的利益，有油，甚至未來是不是有稀土，有各式各樣的這一些礦源哈，包括南海本身也是巨大的漁場。所以呢，其實南海行為準則本質並不是政治的對話，它的真正的本質最後是經濟的利益。利益呢，當然都知道要被分配，然而現在不是分配的階段，因為還沒有開發。但就是因為沒開發，大家就會你想要8分，我想要9分，有太多這種利益的重疊的地方。這就是在10幾年前、20年前當中，南海始終未曾安寧，更不要說領土疆界這個地方要能夠有所清晰。所以現在並不是分配，而是幫大家把這個邊界劃分好。那麼在未來如果能夠正式通過之後呢，這裡頭南海行為準則，它訴求首先第一個部分是希望它的飛越跟航行都能夠自由。作為共同的自由。除此之外呢，
不是說就徹底解決南海問題。有時候我們像看到國際上，你有個什麼準則，覺得哎呀，南海沒問題，那可憐啦。他主要是希望能夠建立一個未來有任何的衝突，不要訴求武力，大家能夠有對話的機制。有時候有一個健康的機制，那這個機制也不是你畫給挖畫給不可以，而是大家有一個邊界準則，所以還是很重要的。所以在此同時，明明就快要定調了，但是為什麼菲律賓就有？所以我想，其實每次只要菲律賓主動發動了軍事行動，首先你要退回去是小馬可仕，而往往是小馬可仕為了他自己國內當中的政經需求，現在跟杜特地家族真的是打得死去活來。所以每次有這些，一方面可以轉移他現在自己腐敗的這個焦點，二方面這個情形之下還是有一些撩動。我個人覺得，在這一次不見得是美國啦，因為接下來要川習會4月就要靠近了，不至於在南海方面會有比較大規模的動作。但不要忘了，就像高市早苗一樣嘛，南邊還有菲律賓，這兩邊的領導人跟首相始終還是要刷自己的存在感。所以在這一波的軍事動盪跟南海行為準則這個大框架，應該比較沒有直接的關係。好，那我們也看到說，中國大陸這一次祭出了這個大動作。剛剛說嘛，這個轟6K 派出來，而且還載彈，但是時間點因為又剛好是非常的敏感，剛好是我們最近談了很多張又俠落馬之後，這一次比較大的一個地緣政治上面的動盪。那等於說，在動盪之後，這一次中國大陸解放軍做了一個比較高調的表態。有一個說法是來自於美國國防部的這一位科長。他特別做了這樣子的一個分析，他認為說，中共中央軍委在沒有了張又俠之後，未來誤判的風險可能會持續的上升，所以我們要特別請教幹哥怎麼看，會不會在接下來張又俠落馬之後，南海擦槍走火的幾率會上升？那為什麼這次派出轟6K 是由中南海的高層來做決定的嗎？還是有可能是前線的將領他們去揣摩上意，自己做了一個這樣的決定？幹哥怎麼看？我覺得唐安竹你不要杞人憂天吶、為什麼你知道嗎？因為這個跟那個張又俠落馬一點關係都沒有，好不好？因為老實講一句，這次派轟6K，我覺得意義也非常重大。為什麼？因為以前通常都是有海警啊，不然的話我們就是派出什麼？我們就派出054，頂多派到052D 中華神盾去負責巡弋，像楚碧礁、黃岩島好等等，像這樣永暑礁這樣的海域。那這一次直接派轟6K去，來我們來看轟6K它到底有什麼本事？它的作戰半徑大約在2500公里左右。我可以坦白跟各位講，沒有其他飛機做得到，只有它做得到。它有時候需要歼16的伴飛，可是我坦白說，殲16它沒有辦法飛得多久，它就回去了。所以一切要靠自己。好，這就是轟6，這就是轟6K，它底下帶了什麼？它底下帶了6枚長劍10型巡弋飛彈。這是幹嘛？我告訴你，我今天帶了10彈來。10彈的意思，這是長劍10型巡弋飛彈，有效的距離大約是1200公里。那如果今天看到，如果菲律賓的海警來的話，我可以告訴你，我不是用巡弋飛彈打你，巡弋飛彈要打馬尼拉的，我會改成鷹擊83飛彈，或是鷹擊12飛彈。那些飛彈就是專門攻船的。然而，你菲律賓海軍的船恐怕沒有大到足以讓我使用鷹擊飛彈。為什麼？因為他們現在最新的，剛剛下水服役，從南韓現代重工2艘飛彈巡邏艦服役了，不簡單，排水量3000噸，那會成為轟6唯一的目標。所以現在會派轟6去，對於對於黃岩島這個地方來宣示主權，我覺得意義是很重大。因為像艦長講，用飛機是最快的，為什麼？用飛機很快就會達到你的政治跟你的宣傳目的。飛機飛到你的頭上，你就知道說，哎呦，那個會丟炸彈的，我很害怕。這就是要讓你害怕。那後來我們也會想到說，哦，後面這架是什麼？這架就是轟20，沒有真正轟20的模型，我只能全且用 B2 的這個模型來替代。那將來會變成它，所以你會認為說，那菲律賓他今天要怎麼樣打這場仗？我也看不太懂。為什麼？因為說一句實在話，其實在這個20大以後，習主席的地位是更加的穩定。那在這個底下的話，他必須要宣示他的主權，所以在跟菲律賓就爭這個黃岩島的控制權上面的話，中國是絕對不會讓一步。還有大家知道，黃岩島上面是不能駐軍的，因為它只在漲潮時，它還夠看得到沙洲而已。為了一塊沙洲，解放軍都不能夠退縮，你就曉得
中國的意志有多麼堅強，習主席的那個意志有多麼堅強了。好，謝謝幹哥。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缘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